这是我们加拿大简报团队为您搜集总结的权威信息。加拿大简报：美国过境点恢复到大流行前的开放时间。多伦多星报：随着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于3月31日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时间，加拿大与美国的39个过境点以及几个机场的开放时间正在延长。2020年4月，边境局限制工作时间，提前关闭了许多入境点，并停止了7个过境点的24小时服务。魁北克省的6个过境点和萨斯喀彻温省的1个过境点现在将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开放。3个机场：艾伯塔省的惠斯通国际机场、曼尼托巴省的 Pennypan Creek 边境机场和萨斯喀彻温省的斯科比边境站机场正在更新时间。温哥华唐人街企业与安全作斗争，租金飞涨。加拿大环球邮报：北美各地的唐人街正面临着挑战，因为大流行关闭的影响挥之不去，发展压力有可能改变其特征，包括温哥华加拿大最古老的唐人街之一。Ken's Kitchen 是一家在温哥华唐人街提供低成本亚洲食品的家族企业。由于通货膨胀，该地区的安全和清洁度恶化，人流量下降，以及企业主努力降低价格以迎合附近的低收入居民和老年人，该公司将在运营46年后关闭。根据温哥华唐人街商业改善区协会的数据，该地区约有100家传统企业，在过去5年中约有20家关闭。该地区的客流量下降和涂鸦的增加抑制了顾客。与此同时，企业主进一步面临压低价格的挑战，以迎合附近的低收入居民和老年人。总理贾斯汀·特鲁多 （Justin Trudeau）、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大卫·艾比 （David Eby） 和该市第一位华裔加拿大市长肯·辛 （Ken Sim） 发誓要提升该地区，并于本周早些时候，市议会一致批准了一个旨在实现这一目标的210万美元专案。然而，唐人街的议会对该地区的前景充满信心，因为各级政府正在加紧为更新计划提供资金。温哥华市有一项计划，重点是加强清洁和卫生、清除涂鸦、安全计划和其他社区支援。联邦政府上个月宣布，将投资180万美元，通过新的照明、标牌和其他改进措施，对标志性的社区建筑进行现代化改造，并扩大1年1度的节日，以吸引更多游客。市议员 Sarah Kirby-Young 表示，执政的 ABC 党的关键选举承诺是100名新员警和100名精神科护士，这将有助于解决公共安全问题。他还指出了一项新的财产税减免计划，该计划将为该市的一些独立小企业带来救济。李女士说，唐人街基金会将很快启动一项经济振兴计划，希望能够帮助稳定局势。艾米·罗宾逊 （Amy Robinson） 几年前被该市聘请研究三藩市的传统商业支援计划。他说，虽然这些政府措施可能有助于改善该地区的形象，但他们并不是对这些企业面临的一些巨大挑战的直接支援。没有一笔钱真正直接流向企业，他说。美国希望加拿大与中国脱钩。加拿大环球邮报：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 （Justin Trudeau） 已同意加入美国总统乔·拜登 （Joe Biden） 的全球经济脱钩计划，从而将关键供应链从中国等国家转移出去。加拿大将追随美国的脚步，为低碳工业基础提供激励措施，以促进北美创造就业机会，并切断与威权国家的联系。激励措施的细节将在联邦预算中公布。然而，有人担心美国可能会吸引工业界离开加拿大。尽管如此，拜登及其驻加拿大大使大卫·科恩 （David Cohen） 强调，在美国的投资将导致对加拿大的平行投资，使北美更具竞争力，同时加速向绿色产业的过渡。为周二的预算做准备的自由党政府计划以美国的补贴制度为范本，希望采用美国结构化的激励措施，将刺激增长，并支援加拿大境内绿色技术的转型。财政部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 （Chrystia Freeland） 将领导新的一揽子激励措施，而来自美国的拜登则已着手实施一项工业战略，为北美的绿色产业提供大量补贴。他在周五下议院的演讲中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单一投资。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的目标是与中国脱钩，独立于中国的主要供应链，鼓励在清洁能源承诺范围内对加拿大和欧洲进行民主投资。科恩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参与这一战略将制衡中国在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随着加拿大现在完全投资于拜登的工业战略，问题是将利用多少资金，以及渥太华的计划是否会改变其工业基础或浪费货币资金。各省在医疗保健方面的贫困法案正在消磨。加拿大环球邮报：
尽管加拿大各省政府不断争辩说，他们需要联邦政府为医疗保健提供更多资金，但统计数据显示，渥太华已经在向卫生部门投入更多资金，以说明紧张的资源。在本财年，联邦政府预计将在医疗保健上花费450亿美元，与10年前的270亿美元相比，增长67%。省级预算现在的状况比以前预期的要好，这可能导致围绕渥太华增加资金的必要性的问题。更好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在各省之间重新分配医疗保健的财政责任，而不是依靠联邦政府提供资金。虽然手术候补名单、有限的急诊室时间和难以获得家庭医生在该国是司空见惯的，但要求联邦政府提供更多资金的总理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忽略了其他潜在的改革解决方案。统计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省级政府收入盈余，表明如果需要，可以采取更多的财政行动。将资金重新分配给各省将是有益的，因为它将把资金分配给省级政府，省级政府可以决定其分配，以解决上述医疗资源压力。尽管省长会让加拿大人认为他们需要进一步的资金来解决医疗保健压力，但省级预算显示并非如此。总理们已经表明，他们有办法通过增加预算中的医疗保健支出来自己分配资金。重新分配财政责任将有助于问责制，将资金及其使用方式交到各省手中。额外的税点转移可以使这种再分配成为可能，这将为医疗保健提供额外的货币资源，并有机会更仔细地管理财政环境。感觉更穷了？你现在比3年前少赚多少钱？多伦多星报。工资停滞使加拿大的低收入工人承受巨大压力，并使医疗保健工作者在3年内平均减少12000加元9400美元，因为根据第124号法案，每年的增幅上限为 1%。在该国通货膨胀率创纪录上升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受到重创打击。通货膨胀率从2020年的 0.7% 上升到去年的 6.8%， 导致个人消费能力下降。工资状况打击了各行各业的人，但对许多人来说，影响是严重的。作为回应，一些人诉诸出租房间，从事副业或跳槽来弥补短缺。一些专家表示，认真研究什么是必要的支出与可自由支配的支出可能是有益的，诸如寻找食品交易、减少外出就餐和减少订阅、旅行和个人美容预约等措施都被认为是关键。其他人则建议将家居用品货币化，并利用未使用的人才来补充收入。然而，在目前的环境下，要求加薪或寻找其他工作更加困难。尽管一些专家认为，对于一家大公司来说，要求加薪5000美元可能不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石油繁荣意味着艾伯塔省的好工作，但未来会怎样？加拿大 CBC。 由于艾伯塔省面临工作力短缺，许多人正在等待石油和天然气的繁荣，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奥尔伯塔大学经济学家约瑟夫·马律上 Joseph Marchand 表示，众所周知，这个行业会掏空中等技能的工作，如机器操作员和秘书。Marchand 追踪了过去繁荣时期能源部门创造就业机会如何在与能源松散相关的部门衍生出新工作。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当前的繁荣是否会做同样的事情，主要由 COVID-19 大流行和去年沙烏地阿拉伯与俄罗斯之间的价格战推动，艾伯塔省的失业率飙升，2022年2月为 10.2%， 是加拿大最高的失业率。此外，根据反贫困组织卡尔加里充满活力的社区的2022年社区福祉报告，它是仅次于多伦多的加拿大第2大不平等城市。为了保持中产阶级的强大，艾伯塔省需要瞄准其他可以取代能源繁荣曾经为经济带来的影响的领域。Marchand 说，也许瞄准西北地区发现的原材料可以提供附带的好处，或者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开发原材料。阿尔伯塔省在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的科技行业是多元化的典型代表，也应该利用新的人才。Marchand 建议，阿尔伯塔省最古老的产业农业有市场，这是关于适应我们所拥有的以及我们认为我们将来会拥有的东西。马律上说，尽管艾伯塔省面临不确定性，但许多社区成员，如出生在瓦肯的鲍勃·马丁 （Bob Martin） 都在等待一个新行业的出现，相信这只手将是最后一个放手的人。加拿大经济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加拿大环球邮报。加拿大政府正面临3大挑战：全球政治经济、当前财政计划的可持续性以及长期增长的必要性。第一个挑战受到有关国家安全、气候变化和投资竞争的民族主义政策回归的影响。
第二个挑战，因偿债成本迅速上升和浪费大量财政火力而不考虑无限制支出的后果而恶化。如果经常账户和联邦预算赤字继续恶化，第三个挑战可能导致加拿大人的生活水准下降。政府需要提高生产率以实现经济增长，这是避免加拿大人生活水准下降的最关键方面。投资于先进产业等人均产出较高的行业，可以更快地提高生产率。如果加拿大在阿波罗、农业、食品、能源和汽车方面没有足够的冠军，加拿大就很难在先进产业中竞争。需要政府通过现代产业政策进行干预，以调动人力资本，建立科技架构，建立传导管道，创造有利于资本形成的调节和征税环境。为了避免跨部门和跨国家的补贴，政府需要更加重视获得正确的政策结果，而不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应对这些挑战将超越一项预算，需要长期的政策工作。随着金融市场压力消退，加元上涨。加拿大环球邮报，加元周一回升，因投资者对银行业可能受到打压的担忧有所缓解。复苏是在 First Citizens Bancshares 表示将承担失败的矽谷银行的存款和贷款之后发生的。否则，人们已经注意到，如果银行业走弱，可能会引发信贷危机，这将对加拿大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由于加拿大是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的重要出口国，该国将受到大幅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2/3的加拿大残疾人在飞机和火车上发现障碍。多伦多星报，据加拿大审计长称，加拿大的运输服务未能适当地支持残疾人。凯伦·霍根 （Karen Hogan） 表示，缺乏咨询和执法意味着他调查的残疾人中有2/3在2019年和2020年受到联邦政府监管的飞机和火车上遇到了障碍。霍根说，各机构未能正确遵守无障碍加拿大法案，其中包括到2040年消除运输障碍的规定。他警告说，预订网站不能完全无障碍，而其他无障碍问题只能根据具体情况解决。运输是该法案涵盖的一个关键部门。霍根说，只有4名加拿大运输局员工负责监控130多家运输公司的450多项无障碍规则，这是有问题的。霍根说，在加拿大的运输服务中， VI Rail 和加拿大航空运输安全域 CATSA 在可访问性方面做出了一些改进，但差距仍然大得多。他发现，仅仅解决小问题，不允许残疾人进入，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例如，在 VI Rail 网站上为视力或行动不便的用户显示错误的出发时间。霍根说， VI Rail 和 CATSA 可以通过更仔细地查看投诉数据来改善残疾人的旅行体验。霍根的另外3份报告发现，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对援助如何促进性别平等没有明确的认识。互联网服务的缓慢推出正在损害原住民社区。加拿大需要在国会山的中心街区进行重大重建之前做出关键决定。审计可以带来变化，因为霍根强调，在报告指出失败之后， VI Rail 和 CATSA 的无障碍培训的先前低完成率急剧上升，分别达到 61% 和 96%。 你的社交媒体使用让你更生气吗？多伦多星报 Polaris Strategic Insights 的一项新的愤怒指数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人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社交媒体平台上花费的时间越多，他们可能会变得越愤怒。每周在社交媒体上花费超过10小时的人中有 63% 表示他们对经济感到愤怒。相比之下，在社交媒体上花费时间不多的人中，这一比例为 52%。 近一半 49% 的18至34岁女性由于愤怒、有毒的语气而停止使用社交媒体平台，而18至34岁的男性中有 42% 这样做。总体而言， 35% 的加拿大人表示，由于社交媒体网站的有毒和愤怒气氛，他们已经退出了该网站。Facebook 和 Twitter 在所有平台中引起了最大的愤怒。21% 的 Twitter 使用者在使用该网站时感到恼火或愤怒， 16% 的 Facebook 使用者也有同样的感觉。Polara 从2月19日至3月2日使用在线小组对全国3002人进行了调查。不能具体说社交媒体是愤怒的因果关系，或者有愤怒倾向的人是否使用社交媒体。结果显示，愤怒和毒性增加，导致使用者退出社交媒体。LinkedIn、Pinterest 和 Discord 的用户在平台上的有毒或愤怒语气下降最小。安大略省向小社区发放 5.5M 加元，用于风暴清理和恢复。多伦多星报，安大略省22个小城市之间的一次性资金安排将分享总计5.500万加元，以帮助恢复极端天气影响的地区，
资金来自矿产和综合资源协定。这笔现金将用于说明清理废墟以及恢复森林地区。2019年5月下旬至6月初，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经历了一场德雷桥。7月，安大略省遭受龙卷风袭击，2次龙卷风都对建筑物、树木和电力线造成严重破坏。卖家在市场高峰期购买的房屋受到19万美元的打击。加拿大环球邮报，位于多伦多 Kingsway 附近的5居室房屋的售价比要价低19万美元，距离上次出售4年，价格高出16万4千美元。卖方在2021年以2.64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该物业，但1年后不得不改变计划，因此他们以2.69万美元的价格将其重新投放市场。锤子最终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下跌，要价高于其他 Kingsway 房屋。这些房屋通常设有3间卧室，但5居室房屋包括许多其他功能，例如2539平方英尺的宽敞起居空间、壁炉和现代化的、位置优越的内饰。9岁魁北克女孩在住宅后面的雪堡倒塌后死亡。加拿大环球邮报，一名9岁女孩在加拿大与另一名7岁的女孩在森林中建造雪堡时被杀。当位于魁北克市以西约100公里的圣乌巴尔德 Estubald 的堡垒倒塌时，女孩们被埋在雪下。当地远警以及消防员和救护车技术人员参加了现场，但无法挽救在医院被宣布死亡的大孩子。年轻的女孩受伤了，但被认为没有严重的危险。已经组织了对该地点的调查和法医检查。目前尚不清楚事故发生时儿童是否由成年人陪同。在冬季，建造雪堡以及隧道和冰屋是孩子们的热门活动，但此类结构倒塌的危险是非常真实的。气血和缺氧会使被雪困住的人难以逃脱，而极端寒冷会加剧伤害。2018年，一名同样在魁北克的12岁男孩被困在一条塌陷的隧道中后被获救。汉密尔顿学校在1个月内第3次炸弹威胁后撤离。多伦多星报，汉密尔顿警方正在调查另一起针对格兰戴尔中学的炸弹威胁。此前上周刚刚发生了一起炸弹威胁。上周3月21日，学校的一名工作人员收到了炸弹威胁。学校当时被疏散，并在威胁清除之前进行了搜查。2月27日，学校还收到了另一次炸弹威胁。当天上午9点左右，威胁被清除。警方在上午9点20分后不久发布了一条关于该事件的推文。学校已被疏散，警方警告居民，他们可能会在该地区看到大量远景存在。格伦戴尔学校是最近几个月加拿大受到炸弹威胁的几所学校之一。3月初，卡尔加里的几所学校以及墨西哥坎昆的一所学校收到了炸弹威胁。通过自动电话发出的威胁都没有被发现是可信的。此前 QAnon 支援者声称，以及对教师和学生的在线威胁，这些威胁针对美国各地的高中和大学。这一系列事件说明了学龄儿童面临的更广泛挑战，他们生活在大规模枪击事件的阴影下，并更加担心他们的学校可能成为暴力目标。鉴于美国学校中枪支的日益普遍，这一事件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并且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枪支暴力威胁之后，整个学区都被关闭了类似的事件。安全专家建议，北美某些地区的学校现在不得不权衡一系列安全措施的成本，包括坚固的门窗、安全摄像头、电子门禁和更广泛的学生搜查。谢谢收看加拿大简报。